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没考过高考，是孙子辈里最没出息的，而表弟则是家里所有人的巴结对象。表弟的结婚宴上，戴姨一脸炫耀，跟众人说：“我们家临县啊，不但进了一家500强的企业，这个月工资和奖金还都翻倍呢。这刚工作1年，他就买了辆大 G。嗨！”我跟他爸都说不要，但实在是架不住这孩子有孝心，非要给我们。你看我们这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对了，燕城啊，我听林县说你现在在厂里打工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当初我就跟你妈说了，让你交点钱，住在我家，我培养你，结果你妈非不。现在好了，你这还比你表弟大几岁呢。你妈可有的操心了哟！听着众人的艳羡声和大姨对着我明里暗里的贬低，我轻笑不语。所以他们知道林县口中的500强公司老总是我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沈总，这是今年通过考核的实习生的转正申请，部门主管也在门口等着了，我现在让他进来吗？我点头示意，手上拿着几人的简历查看。沈总，这几个都是我们部门选拔过的实习生，都是这批实习生中拔尖的。不过叫林县的，虽然是海归硕士，工作经验也充足，但是在工作中很容易就骄傲自满，为人也比较自负。还是需要再多历练历练。林县，我有些诧异的挑眉，同名同姓吗？我找出他的简历，看了半晌，冷笑一声，原来是同一个人啊！当年我前脚考上了个大专，林县后脚就打电话来跟我炫耀说他考上了一本院校。当年我妈因为未婚先孕的事情，就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白眼。后来因为我高考失利的事情有所好转的情况，又卷土重来，长时间看不起，让我妈看我的目光都多了些埋怨，还一直让我向表弟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霸凌吗？想到我平白多吃的苦，我冷笑着将简历丢在桌上。除了这个林县不通过，其他人都可以。部门主管有些惊讶地看我一眼，随即应和着离开。沈总，万财集团的张总约您明天晚上在万财酒店吃饭。还有，您母亲让我提醒您，明天就是您表弟的婚礼，他去不了，但您一定要到场。不等我回答，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。我看了一眼电话上显示的备注，有些不耐烦地挂掉。我示意助理继续说，但是电弧那头的人实在是倔强，一直打个不停。我有些烦躁地扯了扯西装领带，接通了电话。表哥啊，我给你打这么多个电话，你怎么都不接啊？我在上班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行吧，是这样的，我明天的婚礼定在了万财酒店，我可是专门给你打电话来邀请你的，你可得赏脸啊！我刚想拒绝，但又想到刚才助理说的话，行，我会去的。那感情好啊。对了，表哥，听我妈说，你现在厂里打工。哎呀，你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啊？打工哪能干一辈子呢？我现在在一家全国500强的企业上班，这每天上班啊，就是喝喝茶，看看报表，跟你们打工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是吗？你上班这么轻松呢？喝喝茶，看看报表，他倒是过得比我这个老板还要轻松点。谁说不是呢？毕竟我是人才嘛，大公司都是惜才的，而且我跟我们老总的关系可好了，你要是想进，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。不过以你的学历，可能就只能在我们公司当个清洁工，毕竟就连我们的前台最低学历要求都是本科呢。不必了，我在这里挺好的，懒得再听他的炫耀。
我将电话挂断了，我眺望着远方，语气淡淡：“你告诉张总的助理，明天晚上我会准时到。”不知道林宪在知道他口中关系好的老板是我的时候，表情会是多么的缤纷多彩呢？真让人期待啊！当年我虽然因为林宪的霸凌而高考失利，只上了个大专，但我并没有自怨自艾，我拼了命的努力学习，最终不但专升本成功，还考上了国外顶级学府的研究生。借助导师的资源，我开了现在这家公司，在社会里摸爬滚打快10年，才让公司成了是领头羊。沈总，您的车都送去保养了，只剩下这辆最便宜的大 G 了。我缓过神，拿起车上的报表就开始看。没关系，开车吧。在距离酒店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车子却突然抛锚了。沈总，要不我打辆车送您过去？不用，反正也不远了，你在这里处理吧，我走过去。我卡着点走进酒店，刚准备坐下，就看见了酒桌上面色不善的大姨。大姨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阴阳怪气的开口：“燕城啊，你瞧瞧你这一身的汗出的，这大夏天的你怎么没有开车来？你身上的西装还挺好看的，是从哪个服装店租来的？不过你这么不爱惜，到时候退不回去，可是要付违约金的哦。”闻言，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高定，这看起来像是租的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刚想说什么，就看见从一旁走来的林宪暗笑着拉了拉大姨的手：“妈，你忘了吗？表哥现在厂里打工呢，钱赚的也不容易，姨妈的身体又不好，哪里来的闲钱去买车啊？表哥你别怕，大不了这钱我替你出了，我也不差这点钱。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看不起你表哥？就算你表哥只是个普通大专毕业，现在工资可能还没有你1个月的饭钱多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直接说出来啊，这不是当众给你表哥难堪吗？瞧我这嘴，表哥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真是熟悉的套路啊，连这表情都跟当初讽刺我没考上大学时一模一样。大姨笑着跟林宪对视一眼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不过，燕城啊，你表弟说的也没错，你毕竟是我的侄子，要是你有困难，大可以跟我们说，毕竟这点小钱，我们家还是出得起的。”你别看林宪刚跳槽到成科技公司，但他可是跟那里的老板一见如故呢，他跟老板的关系处得不知道多好。所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可一定要跟我们说啊，我们能帮上忙的肯定会帮的。几乎是他话音刚落，在场的人都想要冲上去巴结林宪，俩人的表情也肉眼可见的傲气起来。有不了解的人询问着周边的人为什么这么做，那人满眼艳羡的看着西装革履的林宪解释道：“就这么说吧，现在整个 A 市企业用的都是成科技开发的系统。听传闻说，他们老板最近在接触跟上头的人，估计要跟上头合作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成科技可是近几年发展最快的大企业之一。这次的合作要是能成功，可以说那是一只脚踏入顶级公司的门槛了。而且能进 A 成科技的人，那都是人才中的人才。据说他们公司的转正标准相当严格，先不说林先生能在 A 成科技公司成功转正成为正式员工，就说这他认识那里的老板这一项就足够他在 A 成横着走了。也难怪他能跟万财集团的总经理结婚，之前还以为他高攀了，现在谁高攀谁还未可知呢。听完解释后，众人看林宪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起来。我看着一脸得意的林宪，轻笑2声：“林宪啊林宪，骗人骗得多了，
这是把自己都给骗进去了吗？行啊，我想见见这成科技的沈总，能劳烦临县表弟帮我引荐吗？我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神色大变的临县，大姨笑容越发的灿烂，看我的眼神都带了些赞赏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凭我家小县跟他的关系，那不是妈？临县拉住大姨，高声打断他，哪能这么轻易的就承诺出去？沈总那样的人物，那是想见就能见的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沈总这样的人物，哪里是我们说能见就能见的？周围人兴奋的眼神一暗，但是年纪大的都暗中找到临县爸爸和岳父去说道去了。见大姨冷静了下来，临县才放下心，继续说道：“表哥，你一个打工仔，怎么可能会想见沈总？其实你是替你们厂长求到我面前来的吧？是不是你们厂长想要跟沈总有合作？你把详情跟我说，我考虑完可行性后再答复你。不用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沈总是多厉害。”临县不赞成的看着我，表哥，你不用觉得是在求我，所以拉不下面子。你要知道，自从我进入成科技后，多的是人求到我面前，想通过我跟沈总牵上线，但是他们的策划案都太垃圾了，全都被沈总批了一顿。听到这，我总算是知道临县通过考核的策划案是怎么来的了。原来都是盗窃了别人的成果啊！我就说临县当初的作业都是我帮着他做的，他肚子里到底有几两，莫我再清楚不过，怎么可能通过我设下的转正策划案？临县，你们沈总知道你在外收了这么多策划案吗？临县表情一僵，刚想说什么，司仪却开始叫他的名字。临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，走上了舞台。真没意思！我随便走到一张桌子坐下，撑着头，百无聊赖地看着手机上股市的消息。之前跟上头谈的合作，昨天刚落地，今天公司市值就翻了个番。我满意的笑笑，也算是对得起这段时间全公司的加班了。为了跟上头的合作案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跟财务说，给全公司的人发1个月的奖金，以示奖励。看着助理激动的回复，我勾了勾唇角。至于跟了策划案的那些人，再多发1个月的。助理激动地发了几条长达60秒的夸赞语音，我失笑地划走，继续看着股市走向。小程，你还玩股票呢？我女儿是毕大金融系的。要不要他教教你？小婷，快过来，你表哥想让你教他玩股票。大舅舅笑容满面的把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沈婷叫过来。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，沈婷就笑容满面的走过来。爸，我上次问临县表哥，他说他不感兴趣啊，怎么今天又感兴趣了？哎，临县表哥人呢？不是你临县表哥，是你燕城表哥。我看你燕城表哥一直在看，但是没操作。你不是学金融的吗？所以就让你来教教他。沈婷笑容一致，轻蔑地打量我一眼。燕城表哥你要玩，不是我说，股市不是谁都能玩明白的，尤其是你学习能力也不强，就更。而且人还是不能一直想着走捷径。燕城表哥，这么多年你打工赚钱也不容易，小心把你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都给输光了。小婷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表哥既然有想要学习的心，你就要好好帮助人家。你怎么能因为自己上了个985就看不起你表哥的大专学历呢？听着两人一唱一和的阴阳声，我原本的笑脸也垮了下来。不用了，我看得懂。哎，都是一家人。沈燕城啊，你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不懂就学嘛。反正我被他吵得烦了。
直接将股市的个人收益丢在了他面前，个十百万。你，大舅舅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不敢置信地揉揉眼睛。沈婷随意瞥了一眼，不屑地开口：“表哥，你为了找回面子，连截图都用出来了。小婷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不是真实的？”“这当然是真实的，而且这张截图我见过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拿 A 成科技总裁的股市操作图做的范本，跟这个股市走向一模一样。表哥，下次别找个这么容易就露馅的图了。”沈婷说完就回了自己桌，交头接耳的，时不时还指指我：“燕城啊，我明白你想要在我们面前展示自己过得很好，但是你这谎话实在是太拙劣了，下次可不许再说了，省得闹笑话。”说着，大舅舅忍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无所谓地将手机收回，本来拿出来也就是为了让他闭嘴而已。我要打脸，可不是用这么点小钱来打脸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。司仪在台上都不用怎么调动气氛，台下的人都十分捧场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特约来宾为这两位新人致辞，让我们欢迎万财集团的董事长张武。张总，听到熟悉的名字，我这才抬起头朝台上看去，不经意间我跟张武对上了眼神，他瞬间惊喜地朝我点点头示意，我微不可察的点头示意，然后移开了视线。张武致完词后，正想推脱开巴结他的人，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时，我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个消息：“张总，具体合作我们晚上再聊，休息时间不谈公务。”张武见状，也就只能朝我笑笑，顺应着人群离开了展厅。戴姨从隔壁桌走过来，拉着我笑着说：“燕城啊，那个张总啊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次他能来啊，也是给我儿媳妇面子。我儿媳妇那可是万财集团的总经理，前段时间啊，我们还跟张总一起吃了饭。”隔壁几桌的人听见大姨的话，都纷纷走过来巴结他。享受了一番众人的追捧后，大姨才像是不经意的开口：“燕城啊，你这个月工资多少啊？刚听我家林县说，他们家老总今天心情好，刚通知要给他们全公司发奖金呢。这刚工作1年，他就买了辆大 G 送给我们。你说说这孩子，我跟他爸都这个年纪了，非要瞎花这个钱做什么？但我家林县吧，从小就有孝心，非要给我们买，你看我们这能有什么办法？”大姨满意的看着众人艳羡的眼神，不好意思的挥挥手：“瞧我这话题都偏到哪里去了？燕城啊，不是戴姨说你都这个年纪了，也该考虑存钱买房的事情了。现在的女孩子都势利得很，你没房没车的，哪有女孩子看得上你哦？再说了，你这学历又不高，别的女孩子也怕会影响未来孩子的智力水平的嘛。”大姨话音刚落，众人便开始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教训我，甚至时不时蹦出1、2句谴责我妈不守妇道的词汇出来。我气笑了，刚想反驳什么，就看见林宪带着他老婆端着酒杯走到我这桌。我站起身，冷眼看向林宪，就连他这种谎话连篇、恃强凌弱的孬种都有人看上。我作为 A 成科技的总裁，会比他差？再者，我想不想结婚，愿不愿意找女朋友这件事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你们要是再敢对着我和我妈指指点点，别怪我不顾亲戚情分。至于你，林宪，你被开除了。空气凝滞了一瞬，大家都看向林宪。林宪慌张了一瞬，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。他故意装作为难地说：“表哥，
我知道你一直因为过得不如我，所以总是想要压我一头。你这话在我们自己家里人面前说说就算了，但是现在这是我的婚宴，人多嘴杂的，要是让沈总知道了你冒充他的事情，就算我跟沈总关系好，也保不住你啊。不过表哥你放心，我是肯定不会告诉沈总的，谁让我们是亲戚呢，对吧？闻言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笑了出声，大舅舅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燕城啊，这资产截图你碰瓷人家沈总就算了，连身份你都想碰瓷吗？刚才舅舅才跟你说了，千万别闹笑话，你看看，这又让你闹了个笑话出来了。大舅舅绘声绘色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家，众人都嘲讽地指着我大笑。戴姨揽着林宪的胳膊，擦去眼角笑出来的眼泪。燕城啊，你放心，我家林宪跟他老总的关系可是好得不得了，为了你的面子，我们是不会告诉沈总的。我冷笑，刚想说什么，宴会厅的门就被打开了，一个服务员在门口四处寻觅一会后，朝这边走来，打扰各位的雅兴了。张总让我来给沈总送瓶麦卡伦72，请问沈总在哪一桌？一时间，还在明里暗里嘲讽我的众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沈总，我们这里没有沈总啊，你是不是送错了展厅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张总是说的这个展厅啊。沈燕城，沈总不在这里吗？听到我的名字后，众人神情都是不可置信。沈燕城，沈总，搞错了吧？怎么可能是沈燕城？沈燕城不是个打工仔吗？难道沈燕城没有开玩笑？他真的是A城科技的老总？众人隐隐向着我那边靠，甚至还有人在低声询问林宪我的身份时，大姨打量看了我和服务员几眼，像是想明白了什么。他接过了服务员手中的酒，端详了一会，笑着说：“沈燕城，你为了碰瓷沈总的身份，竟然还雇人冒充张总的名义来送酒。这酒的牌子我见都没见过，瓶身还装的这么塑料，什么麦卡伦72，我看就是个地摊货。不是我说你，你就算是要装，好歹也买点有名的酒啊。这种几十块钱的破烂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啊？”说着就想把酒还给服务员，但在服务员接手的瞬间，他又像是手滑了一般，上好的酒就这么洒了一地。大姨捂住嘴，故作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呦，瞧我这手滑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服务员脸色瞬间惨白了下来，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让他瞬间冷静了下来。“这位女士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瓶麦卡伦72是我家张总特意从国外拍卖会上淘来送给沈总的。女士，这件事我会如实跟张总说，您等着赔偿吧。”说完不顾展厅内众人的脸色，转身拿起电话就开始打。林宪面色不愉看着我：“表哥，你找的演员还真是敬业啊，就算被我们拆穿了，还在兢兢业业扮演角色。”原本还有些慌乱的大姨这才冷静了下来，朝着我冷哼了一声：“沈燕城，别把我们大家对你的耐心给耗尽了。你妈可是亲口跟我家林宪说了，你就是个工厂里的打工仔罢了，难不成你妈还会骗我们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可是沈总说了算的，而我们家林宪那可是跟沈总关系好的不得了。你得罪了我们，你还想在这城里混下去吗？我属实厌倦了这一家人打着我的名号狐假虎威的样子。”我冷声说道：“林宪，你不过是个连转正都转正不了的实习生而已，什么时候跟我的关系很好了？以你的等级，连进我办公室的资格都没有。”林宪的得意的表情瞬间垮下来，
脸上染上了一丝慌张。大姨一脸怒气地指着我怒斥道：“沈彦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家林县早就是主管了，你以为我家林县跟你这个打工仔一样吗？还转正不了的实习生？我看就是你羡慕我家林县，所以在这里信口雌黄。亏得我还事事想着你，结果你们一家都是个白眼狼，是个只会吸血的伥鬼。”大舅舅也一脸不赞同地看着我，谁说不是呢？当初你妈一直说什么你高中成绩很好，985、211，那都是任你挑选，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。结果呢，高考成绩出来，你还不是就上了个破大专，最后还把你外公给气病了，真是个扫把星。说够了吗？我冷肃一拍桌子站起来，看着面前的众人，外公是怎么病的？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吗？是我气的吗？难道不是你们这群人为了讨好林县一家，黑的说成白的，所以才把他给气病了吗？我高考那年，外公的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，在知道林县在学校里霸凌我和其他同学的时候，他就被气得进了一次医院。在他九死一生被抢救回来后，还不忘让林县给那些受害者道歉和赔偿。我也因此空出时间来好好复习。等到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林县已经逼得2、3个同学退学了。只是碍于我外公是学校的前院长，所以学校里的人全都包庇了下来。在他又一次将同学堵在厕所门口的时候，我制止了他的行为，也因此他记恨上了我。在我高考前，他往我的水瓶里下了安眠药，我直接睡过了第1天的考试。外公事后从监控里知道了这件事情，直接气得住院，没多久就撒手人寰。我本想用那份监控来指证林县，但那份监控却被见识不对的他们给销毁了。虽然我一直想出这口恶气，但是因为外公家和万事兴的遗愿，我只能生生忍下。越想，对于面前的几人，我越是厌恶。果真是蛇鼠一窝，众人都噤若寒蝉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说话的。许久，林县才满脸怒气地看着我：“沈彦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这时，林县的新婚妻子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：“怎么了？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喊沈总的名字呀？这不是沈总吗？您怎么会来？难道您是跟张总一起来的？”还没等我说话，大姨就拉着他的手：“小月，你叫谁沈总呢？”李月被拉得一个踉跄，但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还是好脾气的跟大姨说：“就是他，沈彦成，沈总。”众人的表情都一僵，不可置信的面面相觑。李月浑然不觉此刻诡异的气氛，拉着面色僵硬的林县走到我面前：“沈总，你好，我叫李月，是万彩集团的总经理。上次拍卖会我们有缘见过一面，之后我一直说让林县约着我们再见一面，但可惜的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没想到您工作这么忙，还挪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林县，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”林县越听头低得越低：“是啊，不过沈总，您怎么坐在这么边缘的地方？实在是我们的怠慢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林县，你怎么回事？也不给你领导安排个好座位？”“不必了，我本来也没想多待。”说着，我冷着脸就想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侧厅的门被打开了，张武满脸歉意地朝我走来，身后跟着的是一群捧着酒瓶的侍者。“沈总，我听手底下人说，竟然有人把我送给您的酒故意摔了，还说什么是您雇人来演戏的，在我的酒店里竟然还能出这种事，实在是我招待不周。
这些酒虽然比不上刚才被摔碎的那瓶，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好酒，这算是我对您的赔罪，您可一定要收下。我握住张武伸出来的手，您说的哪里的话，是我没福气享受张总花了大价钱得来的酒，这些都是张总您的私藏吧，我哪里好意思拿走。沈总，我们都多久的朋友了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要我说啊，放在酒店里的酒还是比不上我家里的那些私藏。沈总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家坐坐，我肯定好酒好菜的招待您一顿。张总，你太客气了。众人都面露后悔的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小声议论着。所以沈彦成真的是成科技公司的老总啊，那他刚才说的林县没转正是真的了。那我爸妈还给林县他们送礼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让他们都收回来。什么？林县你刚才怎么没跟我说？李月面露谴责地看向林县，随即又转头礼仪全面地对我说：沈总实在是抱歉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没长脑子的人冒犯了您，这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还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。张总，沈总，我们肯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李月，那人确实是没长脑子。李月皱眉，想说什么却被打断了。张总，酒店主管带着刚才的服务员从门口跑进来，向张武鞠了个躬。抱歉，是我工作的失职，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，我们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。至于您的酒，我们会照价赔偿的。张武冷哼一声，语气不善。赔偿？我那瓶酒得要100多万，你们谁赔？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目光惊疑不定地看着地上的液体。大姨一家更是被吓得脸都白了。我这才勾起唇笑道：当然是谁打碎的，谁赔偿了。林县忍住惊惧走上前，低声下气地跟我说：燕城表哥，啊不，沈总，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，是我没分清楚主次，这瓶酒您看能不能您帮我们付一下，反正您也不差这点钱，而且我们都是亲戚，帮一帮亲戚也没什么的，您说呢？戴姨也缓过了神，小宪说的对，燕城啊，你作为成科技的沈总，这点小钱肯定是不放在眼里的吧？这样，你帮我们还钱，我们就不计较你不让小宪转正的事情了。我差点要被这不要脸的一家人气笑。我说了，谁打碎的，谁赔偿。我是有钱，但是我跟你们的关系好像不足以让我帮你们还这么大一笔钱吧？而且，你计不计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……张武一脸厌恶地看着面前的人，对着李月说：李总经理，你选人的眼光还真是不行啊，别到时候你婆家在外把人都惹火了，还让你来擦屁股。李月面色不善地看着林县一行人，所以那个没长脑子的人是你们？小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是你妈？小月，妈又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一不小心手滑了而已。李月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坚毅地看着我说：张总，这件事是我们做错了，钱我们会照价赔偿的。就是林县啊，你怎么还没有你媳妇懂事？你妈打碎的酒肯定是要你们家照价赔偿啊，怎么还能让人家燕城赔钱？这又不是100、200块，这可是100万啊！大舅舅站在我身边，勾着我的肩，一脸幸灾乐祸地说道。我拍开他的手，眸色淡淡。大舅舅也不生气，一脸笑嘻嘻地说道：燕城啊，从小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，不过你怎么一直都不跟我们说说，藏着掖着的，把舅舅当外人了是吧？我掸了掸肩上不存在的灰尘，冷笑一声道：墙头草。没等戴舅舅说什么，
张武倒是先哈哈大笑起来。沈总，我张某就是欣赏你这种有话直说的性子。接下来是你们的家事，我就不多掺和了。沈总，等会见，等会见。张总。张武走前跟李月说了什么，拍了拍他的肩。李月表情瞬间变得凝重，皱着眉看了一眼林宪，沉思了许久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张武叹了声气，转头离开。我头一转，就看见大姨在大舅舅耳边说了些什么，而后大舅舅看我的目光不善起来。沈彦成，就算你是 A 城科技的老总，那也不能这样跟我们说话啊！我们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长辈，这是你跟我们说话的态度吗？等回去了，我倒是要问问你妈，到底是怎么教的儿子？钱是赚到了，但是一点礼貌都没有，难怪是个野种。你说什么？我满脸阴鸷地看着他，原本想要跟着附和的大姨顿时歇了菜，后退了2步，躲在了林宪的身后。大舅舅被我突如其来的吼声吼退了半步，他咽了咽口水，强硬地说道：“怎么，我有那句话说的不对吗？你连你爸都不知道是谁，难道不是个野种吗？你别忘了，你们娘俩能活下来，全靠的是我们这群亲戚的帮扶，要不是我们，你们早死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脚步声踩在地板上，发出哒哒的响声。你们帮我？你们帮我们什么了？是大冬天让我们睡在阳台算帮我们了，还是每天用馊的冷的狗都不吃的饭菜给我们算是帮我们了？还是眼睁睁看着我错失高考机会，在家里遭受林宪的霸凌的时候帮我们了？我敷衍尊称你们几句，你们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对你们了？我看你就是不想报答我们，所以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我胡搅蛮缠？行，就算是我胡搅蛮缠，总比你这个蠢的出头的鸟好点吧。大舅舅，你是真蠢还是假蠢？你难道不知道有句古话叫做枪打出头鸟吗？大舅舅想要骂出口的话瞬间一停，转头看向神色闪烁的大姨，他气急反笑道：“好啊你，我说你怎么突然跟我说那些话呢？原来是想让我帮你儿子把沈彦成的注意力都吸引走是吧？不再看已经闹成一团的宴厅。”我转身跟着张总留下来的人上了会客厅，跟张总签订完合同后，我就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上。其实他们也曾经来公司找过我，但是却被我公司的保安给拦在了公司门口。他们想去找我妈求情，但我妈早就被我安排着飞去了 F 国度假，一直见不到我，生意场上还一直受挫。大舅舅他们将怒火都发泄到了林宪一家的身上，据说他们一家的日子可不好过。再后来的事情是李月告诉我的，那是2年后的一次投标会，他主动走到我身边，告诉我林宪和他的近况。他跟林宪结婚了1年后就离婚了。其实一开始李月在知道林宪骗他的时候，他是真的生气，但是他们这么久的感情做不得假，即便那天婚礼现场闹得那样不堪，他还是咬着牙把仪式举行完成了。他原本以为婚后的生活能过得平凡普通，但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。自从林宪知道我是成科技的总裁之后，他就天天嚷嚷着要创业。李月一开始是支持他的，因为他觉得既然我作为林宪的表哥能靠着自己创出一片天地，没道理他加上留学回来的林宪不可以。但是林宪实在是没什么创业天赋，一创一个亏。在赔光了林宪跟李月的存款后，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最终2人只能选择离婚了。离婚后，林宪并不仅选择放弃创业，
甚至还进入了疯魔状态。在把他父母的家底都败光了之后，他才终于醒悟过来，想找家公司上班。但是大家都知道林宪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他。为了赚钱，他只能选择进厂打工，成了他之前最看不起的那类人。当初要不是您让张总在我低谷的时候劝说我，只怕我现在还耗在这段没结局的感情上。沈总，多谢。而我看着面前意气风发的女人，轻笑着跟她碰杯，恭喜你重获新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